有情况，这里。抢那个我。 大概找着了。黄正明的笔录，小七已经去核验了，一共有6个头目，有一些是从黄正明通过私人关系捐献中心获得，有一些是从医科大学不要的人体标本上摘下来，证词没问题。 韩队，有新发现。如果凶器是这个锤子的话，这个凶手应该有一定的医学背景，或许可能就是医科大学的人。黄正明办公室有搜到类似锤子吗？没有。死亡时间多久啊？根据学校后山土壤湿度以及空气的温度，结合内脏、头部外表皮的腐化程度来看，死亡时间应该是在5天之前的下午2点到6点左右。喂，小西。 帮我去查一下黄正明的不在场证明。就目前的证据，我认为我们很难锁定黄正明就是凶手。我们怀疑黄正明是认为他会用死者的头颅做脑神经研究。尸体除了右侧颅顶有致命的敲击伤之外，尸体上没有任何解剖过的痕迹。换言之，黄正明并没有用刘媛媛的头颅做脑部研究。 还有，这个是黄正明提供的捐赠者名单，而这个是从301室搜出来的笔记本。笔记本后半部分的字迹和名单上的字迹非常接近，但是你们再看看前半部分的字迹，这完全是不同的字迹，难道是同一个人写的？没错，这2种字迹。 都是黄正明的。帕金森病患者的字迹，往往就会越来越小，这被称之为微疏症。患者会因为手部不自觉的颤抖，导致字迹出现不规则的线条，这完全符合黄正明现在的症状。而且，标本楼301室黄正明切下来的头颅，切口处非常的不平整，而刘媛媛的头颅，切口处相当的平整利落。 那以他这种状况是没有办法精细的分尸吧？除非有人在帮他。喂，老万，你去帮我查一下黄正明的病历，从医保系统还有学校的报销记录去看，顺便查一下他的人际关系网，有消息马上通知我。 根据法医推断出来刘媛媛当天的死亡时间，我们查到了那之后进出过标本室的人，包括刘炳仁副教授、学生谢强、王文凯教授、黄正明教授、张芷琪助教、罗凯副教授、高慧兰教授、学生吴敏，共8人。查到黄正明病历了。 他得帕金森好多年了，今年病情加重了，已经很少去医科大学授课了。人际关系呢？黄正明没结过婚，一直独居，也很少跟别人往来。以现有的证据来看，基本可以排除有人帮他杀人的嫌疑了。大家都觉得他很难相处。行，先把他放了吧，让他暂时不要离开本市，随时配合调查。小宋，你去吧。行，我现在去。也就是暂时我们可以排除黄正明的杀人嫌疑。 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第一，凶手是有解剖的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；
第二，他知道标本室和黄正明的301实验室是相通的，所以他才会想到把尸块藏在标本里，然后再用清除血迹的方式引导我们找到这个实验室，栽赃给黄正明。我也问过那栋楼管啊，据他说啊，这个标本室和301打通使用应该是10几年前的事了，最近这些年都是分开使用的。知道这个事的人应该不多，应该都是医科大学的人，而且在这个学院应该待的时间也不短。根据我们刚刚的讨论，刘媛媛死亡当天进出过标本室又符合条件的人，就只剩这3位了。我给你们讲解一下鳞状细胞癌的特征。它的发病率呢比较多见，多发于大于40多岁的中年人。哎，小苏，哎，徐主任，听说黄正明已经解除嫌疑了。对，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他有杀人的嫌疑，也没有证据显示有人在帮他杀人。怎么了，徐主任？黄教授，黄教授，黄教授，您这块表是从哪儿来的？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？你和李明什么关系？你是在审查我呀？啊？那行，请你出具相关手续。没有，别耽误我回家。当年我在车里只发现了李明的 DNA， 而你是在昏迷的状态下看到有一个人，你的直觉还有你的记忆都是不准确的。季子哲，你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，你只是没有办法说服你自己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江城医大最近在研制一种新药，如果研制成功了，不知道能拯救多少人的命呢。你知道我做心理医生这么久，最害怕碰到什么样的病人？就是明明知道自己不肯醒来，还是执着着不愿意相信的那种。根据我们今天3组走访所得到的线索，刘炳仁和王文凯确实是在案发当天的早上和下午分别去登记，并且领取了大体。他们在领取了大体之后，刘炳仁去了实验大楼上课，一直上课到傍晚，期间有学生可以证明；而王文凯则去了行政大楼开会，也有目击证人，所以他们2个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那高慧兰呢？小希。高慧兰去标本室领取大体的时候，有学生陪同。我问过那个学生了，说没有什么异常。那也就是说，他们仨同时都有不在场证明。是的。哎呀，得，咱们这么久全白忙活了。小希，刘媛媛的通话记录还有银行卡记录有查到吗？有什么异常？刘媛媛的户头没有什么特殊的资金往来，然后她的购买记录跟通话记录也没有异常，看起来是个生活挺简单的人。案件一开始，小卖部的监控，刘媛媛的刀、黑色塑料袋，还有封箱胶条、手套、盐酸、漂白水，还有麻绳。她带这些去医科大学干什么？我们一开始是因为刘媛媛买了这些东西，怀疑她是凶手，结果她却死了。2种可能：第一，她去医科大学本来是想找人密谋一起杀人；另一种可能就是她本来要去医科大学伤害某个人，结果反倒被杀了。
那他把这些东西带进医科大学之后去哪儿了？我记得他曾经打过工的地方那个老板说过，刘媛媛原本是想考医科大学的，这二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关联？说起来倒是也挺可惜的。听他说，他高中时候学习成绩很好，本来是要上医科大学的，后来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他就一直拖着他那个病重的母亲。刘媛媛上学的时候一定发生过什么事，这有可能是个线索。这样，我们再好好调查一下刘媛媛，看她从小到大认识什么人，在什么学校上过学，和什么人结过什么怨。再把这3个人好好调查一下，看他们和刘媛媛到底有没有关系。是。好。等人顺便玩一把。等人？等谁呀？李广发。李广发啊，不用等了，他让警察带走了。警察带走了？对。为啥呀？为啥呀？一天喝的迷迷糊糊的，在单位把人给练错了。那不行啊，那欠我钱呢。老多钱了。可不咋的。啊。那你们来正好啊！前几天雷广发刚把我们的欠账给清了。哎呀妈，回来了！有人还钱了，把账给你们了一下。单胖欠你多少？300啊！300你交这么还吗？头发细的跟二维码似的。你750。750给你800，拿着。咦，行啊，胖子。多少？都还呢？那必须的吗？你给1000得了。够吗？哎呀，行，1000吧，行。拿着。哪来那么多钱呢？你管他哪来那么多钱？他把账还了就完事儿呗。警察给他带走那天早上，我亲眼看着的，我正好在那块晾衣服，有一个男的给他一个信封，里面装的不知道是不是钱。打。我。这人谁？星子，我一兄弟。找你什么事儿？给你送的什么？是不是钱？他给打牌欠我钱，他说这凑齐了，这给我来还上。先给你2万，帮我捎个人。赶紧回去上班，时间来不及了。放心，我给肖成辉。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。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。你有钱之后，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。你要么你这东西也没有挑日子还呢，是吧？那个雷广发，你心里有底不？你确定他不是土匪吗？钱我给了，债我也帮他还了，而且他在里面晾，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，他敢溜，说明还想活。你给了多少钱？2万。抠搜我这2万块钱能干啥呀？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？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？你说，就他那样式的，给的多了倒省事。再说，时间那么紧，能弄明白不错。整明白了吗？咋的？只有办事有毛病是吧？你行你来，不让问呢？轮着你问了。问你咋的？你说咋的啊？不动手啊？事儿办不明白，脾气挺大。你能办？我给你钱，10万、20万、30万，你给我送进去，把人露出来，你办。可以，拿来。你俩是不是有点赛脸？
你要咬人呐？啊？你这个嘴怎么这么贱呢？咋盯的呀？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？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？盯不了啊！哎，那边要是没打电话，告诉我们要2次尸检，你们咋办呢？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？乔仁兴就不是自杀了。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，谁是黑社会啊？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，你呀！还得是我。忙活3年了。马上要见着光了啊！闹这么一出啊，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，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。你们倒是忙活了，不是安监控啊，就是跟踪啊，结果呢？怎么？青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？那乔仁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2次尸检了？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？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？鱼缸是砸了，可里面的水呢？他妈指导组不查啊！尸体处理了，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？啊！脑子都怎么长的呀？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？啊！不少了。手2劲蹬了，往好跑步说它有啥用？消消气。吃饭。啥事都没吃饭重要。动筷子。吃啊！不吃他更不高兴。快吃。来。等这段时间过去以后，找机会请老谢、孙局吃个饭。该敬的礼数还得敬。
明白。经过调查，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，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。你看，他俩都承认，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的那一刻发生碰撞，应该就是这一刻把尸体就给搞混了。但是，哎呀，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，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。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，停尸房没监控。不过，雷广发和张爽两个人也都交代，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，工作量大，两个人在搬运尸体的这个过程中都有点心急，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。许军，哦，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？查了，张爽为人比较简单，就是口碑也不错，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。雷广发他爱赌钱，然后有酒瘾，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。同时呢，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，还有他的银行账户。你没发现什么异常？就这么寸？你寸到家了？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，局长，您帮着把把关。怎么还有别的分务？没了。那就这样。那您先忙着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啊。来了。一会儿见了面呢，你主说，我附和。明白，控制情绪，搂着点。哎，你好，先生，请问你们找谁？我们找指导组。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，需要提前预约。都不接。喂，李姐。到了吗？啊，我们到了。到是到了。人家闭门不见，打电话也不接呀。等，就在那儿等着。好。没打招呼就来了，有事儿啊？啊，老乔啊，
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，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，可是后来想了想，还是过来一下，当面给你瞧瞧。分局那边啊，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，得出来的结论呢，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，这个尸体啊误烧。老徐，你别跟我说这个，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，我就想问问你，你信吗？哎，你说这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，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？这个分局的人啊，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，得出来的结论呢，确实是误烧。那你让我怎么交代？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？人家说要2次尸检，你尸体就误烧了。胡亮从火葬场出来，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。我在这去请人，连见都不见。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，我怎么交代？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？他们什么意思？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。老许，你就给我交个底儿，这东西，你信吗？我，这得多不信任你们，人家才搬走的。弄出事儿来了，让我来刷脸来了。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，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？尸体误烧这事一出，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。还想说清？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！你不想想，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2次尸检？这倒好，要拉尸体了，哎，又来了个误烧，你说。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你看吧。行了，放。班长，我就太给你面子，还嘚瑟吧？认不认怂？你没资格跟我说话。你看，王宇，要说你就弄死我。站起来！你说你都多大了，还学人打打杀杀的，还弄个儿子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爸要没教好你，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。去蛋！王宇，王宇，王宇，王宇！王宇，我爸当年帮过你，要没有我爸，你现在连那条狗都不如，还在街上捡垃圾。对，忘恩负义。你这不是趁我病要我命吗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如果你答应，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，我给你开工资，
日常经营我不干涉。还有哈，以后你要有那本事，做大做强了，我再给你点股份，我够意思吧？你是不是现金啊？你跟张文清说，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，来合个影吧。啊，对对对，留个纪念。行，来1、2。我想了一下，你说的对。当年你爸呀，确实算是帮过我。你爸现在又在里头了，你又这么难，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今天给你2500万，你跟你爸说一下，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，就完事儿了，好不好？王月，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，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，没门儿。只要我在一天，这个火车站你拿不走。干嘛呀？拿这个吓唬我？来，我试试，你敢不敢弄死我？给我嘴硬！来，给他拍个视频。哎呀，拍个视频，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，你好好说啊。爹，你儿子我还扛得住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，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。爹，出来以后帮我弄死王月他丫的，弄死他！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儿你？我现在啊，全靠这小饮料吊着。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。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，你换一换吧。王老师，您说，一般这种情况，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这领导办事儿啊，是要讲程序，就是说要走流程，等一等吧。要不你去问问。2位组长，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？这是你该操心的吗？我们都还没急呢，你急什么呀？哎，3天了，还要继续等下去吗？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。你向孙专委请示的时候，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？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，看起来还挺贵。我等不下去了，再别去了。我怎么觉得这车里边坐的好像是个女司机？我跟你说正经的了。我也正正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了。我给专委汇报完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。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。耗着？你们是1部办案都这么耗着吗？你们1部办案没耗吗？我们不耗着，我们1部不这么耗着。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，我不行，我还得继续干呢。我告诉你，洪亮，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，出任何问题你要全部负责任。于是组长，我就是副组长，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，让您首肯了，您判断，您做的决定，你当然表扬我。你这个人，我真……您自己处理。哎，这不能多说。今天第3个了。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？你看我在意过吗？哎，组长，
蓝书记好。洪亮啊，我听说最近大家都挺辛苦的，想代表市委政法委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，你看方便吗？喂，书记，刚才信号不好，麻烦您再说一遍。啊，我就是说啊，大家都挺辛苦，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，你看方不方便？好啊。那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呀？对，看书记方便的时间。那就这样，我看择日不如撞日，咱们就今天晚上6点半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我派车接你们去。车我们有。那行，我们就6点半见。好的，书记，晚上见。哎。程律师，万副总，折腾你一趟啊！哎呦，万副总，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，你非得约到这儿来，真的是。行，来坐，坐。咱边喝边聊啊。万副总，你说这王玉把万超给抓了，你报警啊？找我干嘛？哎，我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。来，喝茶。我呀，就是一个小律师，帮你哥哥打打官司还行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爱莫能助。程律师，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。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？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，还是给王玉打官司？不能这样。明白了。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，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，就你哥，让他解雇我。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的呀，得依照法律程序。今天这顿饭呢，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，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。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，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，帮我们查漏补缺，也解决了不少问题。蓝书记客气了，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样，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，敬指导小组一杯。来，感谢啊！来，感谢。都请坐，都坐。行了，边吃边聊啊。确实啊，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，也给了我们市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。学习不敢当，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。这说哪儿去了？怎么是添乱呢？我们是同志，都是为了办案。哎呀，许局，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。
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、摸排、调查、取证，是误烧。当然啊，我说误烧，大家很难理解。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，确实存在一些疏漏。发生这种事情呢，不奇怪。当然啊，概率很低，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我也很难接受。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，概率很小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。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。是。要不这样，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，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，我们陪同。我们也可以不陪，你们单独的审。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，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，殡仪馆的馆长，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绿灯，全程配合。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，误烧。多动筷子。哎，对。边吃边聊。程律师，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的，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。你跟王玉啥关系？那不难打听。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方，对不对？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，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呢嘛。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、清清楚楚的。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，都是检察官吗？还有你那未婚妻，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？我没说错吧？工作中啊，有分歧，有不同的看法，这都很正常。就是别藏着掖着，有什么问题呢，摆在桌面上，是吧？有问题解决问题。你先坐下。今天在这儿呢，我还真得批评你。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？啊，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。在这儿呢，我也表个态，指导小组的同志呢，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，该批批，该捅捅啊，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。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！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，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，风平浪静。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，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。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，你们再逼我，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。那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可控制不了。那东平宾馆嘛，我认识路。程律师，咱俩就别演戏了。你让王玉算算账，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。
行，我知道了。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，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？那指导是引方向、指路径的。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？他们才几个人呀？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。再说了，你们都替他们做了，不就把他们养懒了，养退化了？谢谢兰书记的信任和指导，我们努力。这趟来呢，也跟大家学了不少。我也在考虑，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，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。也是，总之呢，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，精诚团结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不就是办案子吗？争取早日完成任务。我来吹着。怎么了？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。哇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哇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他为什么没给我发呢？因为我是组长。在这屋里憋了3天，看来你们工作没少做呀。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，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，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，其中有3份有伪造嫌疑。专委，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静笔记问题的。辛苦啊，春香同志。这几天你们对市院闭门不见，我也知道了。到了今天这步田地，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，是不是洪亮？啊，领导，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关系重大。你必须想清楚，
开工就没有回头箭了。给我抬头。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的领导下，工必须开，没有回头箭。专委，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，作为组长，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。我向你们传达省院党组的意见，可以对李仁俊、谢鸿飞动用侦查手段。考虑到今后的工作量，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。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，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，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，时长56秒。有个事情需要汇报。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，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。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？李仁俊得到2次事件的消息，没有直接告诉程子健，还要通过谢鸿飞传话。多一个人知道，又多一层风险，何必呢？那所以您觉得说，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。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，有什么事随时沟通。有事儿。这是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的 U 盘，里边有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结果，还有分析过程，请组织审查。U 盘是马中央亲手交给我的。你解释解释，李健。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，我就马上让公安的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，现在还没给答复。谢主任，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？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，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？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？